俄军开始在战场上使用激光武器，这是对消费级无人机的一个绝望反击。其实，在这方面真正厉害的是中国。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俄乌军队在顿巴斯地区进行的大对决，消费级无人机与炮兵的组合正在变成战场上的主角。而俄罗斯军队如果使用防空导弹去打击乌军的小型无人机以及从市场上购买的消费级无人机的话，无异于是大炮打蚊子，耗费极大，很不上算，效果也不好。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俄罗斯副总理尤里近日声称，俄罗斯驻乌克兰的部队使用新型激光武器摧毁了多架乌军的无人机。泽连斯基则迅速接受媒体采访，将俄罗斯用激光武器反击无人机系统比作成纳粹德国在2次世界大战末期推出的神奇武器。其实，类似的激光武器早已被中国的相关企业研发成功，投入国际市场，并且在沙特取得了战果。据媒体报道，沙特政府军先后用中国制造的激光武器系统已经击落了10几架无人机。那么，俄罗斯军队此次在乌克兰战场将激光武器投入使用，意味着什么呢？估计呢有这么几点值得我们关注。其最大的可能是进行实战试验。俄罗斯声称使用的这款武器系统，它的绰号为恶霸，安装在一辆装甲车上。一名美国的高级国防官员表示，美国没有看到任何证据可以证实俄罗斯关于他在乌克兰使用激光武器的说法。很显然，这种武器装备的数量非常少，甚至呢仅有几套，只能看作是俄罗斯军队将一种刚刚开发成功的新式武器运到战场，让其经历实战检验。第二，此举有可能反映了俄罗斯军队防空导弹的严重短缺。乌克兰方面称，俄罗斯军队在俄乌冲突中先后发射了2000多枚导弹，消耗了大部分的防空和地对地导弹。现在俄军必须寻找更便宜的替代品，为其地面部队提供防空保护。俄军的野战防空系统的主力是道尔和铠甲，它们用于打击小型无人机是有效的，但与轻小型无人机的造价相比，其使用成本太高，根本就消耗不起，特别是面对大量中国产的消费级无人机，往往呢没有合适的攻击手段来拦截它们。第三，把激光防空系统运到乌克兰战场，证明俄军正在准备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目前，俄罗斯已经从国内征召了一批年龄较大的合同兵，组织新的后备作战力量，改变在乌克兰的战术。现在又将激光武器开始投入使用，说明俄罗斯军队还是很注意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通过总结经验教训，陆续把更为有效的防御武器投入战场，就是证明。那么，面对小型无人机和消费级无人机的威胁，激光武器是不是最具性价比的防御系统呢？理论上讲是这样，发射高能激光要比发射防空导弹便宜得多。这还在其次，关键在于目前的地对空导弹很难捕捉和跟踪小型无人机，即使飞到了目标跟前，由于引信接收到的信号强度太弱，也可能不会引爆战斗部。即使战斗部被引爆了，其产生的碎片也不一定能够撞击到这些小型航空器上。而激光的特点是每秒的运动速度高达30万公里，攻击目标根本不需要提前量，直接照射就行了。在几公里的范围内，基本上是指哪打哪，拦截效率很高。当然，激光防御武器系统要走向战场，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一是目前的车载式激光武器的发射功率呢还不够大，拦截距离还不够远。要想增大发射功率，电源部分就要做得比较大，而个头大了，机动和隐蔽都不方便。二是造价呢还有点偏高，需要在降低成本方面下功夫。随着相关技术的进步，这类问题都将逐步得到解决。目前在激光武器的研制方面比较强的国家主要有这么几个：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以色列。而中国开发的某些激光装置和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我们国家研制的激光杀伤装置不仅能军用，也能警用和民用。比如，我国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就已经开始使用激光器杀虫除草了，其攻击精度你就可想而知。希望中国的科技人员能够加倍努力，争取在激光器的关键技术领域率先取得突破，登上世界的最高峰。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